大家好哈，这里是 CLEC James 漫谈我是 James 哈，今天是 James 漫谈第2集了。那我想最近我在玩一个运动摄影机，当然我不是拿来运动的，我是拿来做旅游拍摄啦，或者是朋友聚会、家庭聚会使用的。那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不会晃动，所以比如说你在一个火车上、一个车上，或者是在船上，你给它拍摄外面的风景或者是道路，那你不会晃动。那拍起来就会比较稳定。再来就是它有人物的追踪那也有它拍摄比较暗的地方也比较亮也比较感光度也比较好。那当然还有很多功能它也可以拍一个 3D 的照片它会旋转拍 3D 的照片。还有它可以用手动遥控那个镜头，差不多转270度吧。270度，假设你那个镜头摆在一个角落，或者是摆在餐桌的中间，如果那个餐桌很大的话，那你可以用 3D 摄影也可以，那你用它转动也可以，那就可以整个环境的录影，把所有的人都拍进去这是我最近在玩的了那也是刚买而已。那我研究了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有2款，那最新的就是 Pocket 4P 跟一个叫做 Luna Ultra Insta 360的公司的产品。那这2款应该都是最新的。我本来一开始看到的是 Pocket 4P 啦，那后来看看有些 YouTuber 在讲，那其实2个都各有千秋。我最后买的是 Luna Ultra 它有一个那个面板可以拿起来，后来当作遥控。后来我用的时候用它的 APP， 它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那个摄影机的萤幕，所以你可以在手机控制那台用手机控制那个摄影机就是这样子的。那也是玩了几天还不错。那如果出去玩或什么就可以带着。这是关于最近在研究的一个机器。再来就是我们想聊的就是说我记得今天要聊的有2个了第一个我先聊一下，就是最近大家很多朋友要么就是工作很辛苦，不然就是先生的工作很辛苦，不想上班了，可是为了这个家庭还是持续的需要在外面接受很大的压力考验，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所面对的那也有夫妻的问题，那这些东西这2个其实都是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当然也有不一样了。职场上的你为了金钱得去工作，这是一个课题。再来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又是另外一个课题，还有公司主管的霸凌又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们再来谈谈，分开来谈。我们先谈
夫妻之间好了，就是说，其实蛮多先生或者是太太，因为年轻嘛，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夫妻之间一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年轻啊，所以对很多事情就是要讲个理由，或者是一定要说我对你错啊，或者是像有的男生比较暴躁，觉得这个太太好像不可理喻，那可能还会动粗这个都不好。那太太也发现这个先生脾气非常暴躁，那为什么先生脾气暴躁？原因可能就是，当然他先生一定有他的个性，那太太就是只要先生讲一些事情，他如果不同意，他要跟他讲道理。我们在家里面，不管是先生对太太，或者是太太对先生，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啦，家里就是有爱和谐的地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在家里讲理，说你对我错或我错你对，没有这些事情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人尤其在家里面，你要想到的是我错了，你对了。好，那有的人就会跟老师，那我这样不是示弱吗？我跟他吵了3天了，已经不讲话3天了，那我现在要回去，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我是那这个很简单啊，因为就是你的配偶嘛，所以回去的时候就说一下对不起我错了，那就这样子。那有的人会觉得，我为什么要都要向他认错，或者是说要向他对不起，或者是好像没事一样，那这样子是不是比较示弱？其实上善若水啦，水是不是最柔弱？对，可是水就是无孔不入，随处可见，所以水其实是最强的。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评价不是别人来对我们的评价，其实我们不是讲吗？无欲则刚，无欲则刚，没有欲望的人是最强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你能够接受他，相信他，同情他，你是最强的。也就是说，其实就算是他错了，你也不用去矫正，你知道他有问题，那是他有问题，你是坚强的，你是知道的，他不知道，那他不知道，你不要去告诉他，他要自己学习。所以不管是投资或家里的事情，或者是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你就是很棒很好，对，你说的对，就这样子，没有其他的需要跟他辩驳的。那有时候他认为对的，过几天他就知道他的决定或者是他的看法是错的，那由他自己去学习。那我们也可能错我们可能一开始坚持，其实我都发现，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对的，过了几天或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这样子的认知是有误的，那我就学到了。那其实每个人的学习都还是要靠自己的，
靠别人的指正应该很难。那像比如说我们投资，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这个好像不应该这样子，或者是我们会修正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讲了一些事情，或者是从不同角度让我知道，可是我一开始也不认为。那慢慢在我们这些资讯在我们脑袋里面会起化学变化。当它起化学变化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产生自己的认知，那你就会修正。所以比如说 QQQI， 我们认为一年你只要准备10倍的年开销，那年化报酬10%，那就可以了，这个现金流就够了。可是因为陆陆续续就有些朋友一直来跟我说，如果市场下跌，那个股息会减少。股息我当然知道会减少，可是我们已经有安全边际了，我们就是用本来是12的，我们用10，本来是14的，我们只计算12。可是这样够不够？可能不够。所以像 QQQI 它现在的股息如果是14%的话，在高点可能是13或12或14，对不对？低点可能就14或15。那在高点的时候，你用12、13、14去计算，你可能没有安全边际，那我们就降低嘛，我们就用10%来算，10%来算，那10%来算，那你原本是10年的年开销，那我们现在用12年的年开销。12年的年开销，那12年的年开销，所以如果是如果是12倍嘛，12倍就是1除12倍，所以1除以12。所以只要股息有现在你刚退休高点的8%，就是说8% 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年要10万，那你用120万等于12倍嘛，乘上0.08，差不多就是9.6，那就差不多接近10万。那就是说市场在最低点的时候，市场在最低点的时候，股息还有8%的时候，那你就是你现在最高点的8%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拿到将近10万。那可是因为你估的比较少嘛，那如果现在一开始现在还有13%的话，那你就会拿到15万。那你一年才需要10万，所以你多拿的部分呢，你就可以去买 QQQ 或00662，给它放到增长性那边。好，那这个是讲回来，就是说我们人是要自己觉知觉察才有可能学习啦。如果你完全都要用你的观点去教人家，让他学习，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生不可以教，没办法教，你对小孩子也没办法教，你对你的配偶也没办法教，你对长辈有时候也没办法教，长辈有一些生活习惯他已经固定了，你要教他很难。不过像我爸爸他就是喜欢学手机怎么用啊，录放影机怎么录啊，他现在 USB 啊，从手机 YouTube 转成MP3 放在 USB 里面播放，他也会啊。我教他从网络里面找那个将 YouTube 的影片转到 MP3， 他用了学了，他学很久了，他就是要记笔记，记完之后他就那时候是知识性的，那
那可以了。知识性的就是可以教可以学，就好像 AI 一样 ，AI 如果有人跟你教或者跟你讲，你可能快一点。就像我昨天我上那个Spotify 到 Podcast， 我用1天的时间，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学啦，一直都靠朋友帮我们上传到 Podcast， 还有就是 Spotify。那昨天我想说，既然要录短篇这个漫谈的 Podcast， 我就开始做，当然就一开始就 create 一个 Spotify 的账户 ，create 完之后就开始上传做。那中间都有很多困难，我就一直问 ChatGPT， 那这样他就跟我讲，最后就把 Spotify 上传。那 Spotify 上传要转到 Podcast 就碰到很多困难。那我的问题就是在 iPad 上面跟在 MacBook 上面，我到那 Connect Podcast 就是 Podcast Creator 那边，我要去到那个网页，是那个 ChatGPT 跟我讲网页，我弄进去就有到 Podcast 也 login 了，可是就是荧幕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启动的网页都没有，就空白了。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弄，我就直接从 ChatGPT 的连结，在 ChatGPT 里面点进去，也就是那网页是从 ChatGPT 里面打开的就可以了。可能我的网页设定有阻挡一些跳出窗口还是什么的 ，anyway， 结果就解决了。所以昨天下午的 podcast 我就传上去了，所以现在大家在 Spotify 跟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 CLAC James 漫谈那有的人说老师我找不到，他就用搜寻 CLAC。假设你搜寻 CLAC， 因为现在 CLAC 在这个平台上太多了，你搜完之后可能看到8个，就一个 page 就8个，那就占满了，所以你就看不到。所以你要搜寻我的漫谈，你就要搜寻 CLAC James， 至少 CLAC James 应该就出来我的最新的 CLAC James 漫谈的节目。好，所以我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说知识是可以教的啦，知识是可以，就像这种很机械化的programmer 啦，或者是数学啦，这个是可以教的。那当然有部分还是要自己悟出来，有时候教你还是不懂。像 ChatGPT 跟我讲，那我还是找不到答案。后来我就在那个网页上随便乱点，那就找到了。一开始我还找不到 RSS Podcast RSS 找不到，那不是 Spotify， 那 Spotify 可能是新的 UI， 所以那 ChatGPT 跟我讲说，这个可能是新的 UI， 可能要过几天，过几小时过，可是我等了快半天，还是找不到 RSS。后来我在 Spotify 上面有3个4个选项，我就点进去，就找到了。说你要不要取得 RSS？ 我说要，就这样，就把那个链接 copy 下来，就贴到 Podcast 上。那不然 Podcast 就碰到一些困难。到了昨天最晚一点，很晚了才把它解决。OK， 这个就是知识性的。可是人生哲学是没办法教的了，就好像老子、庄子的书讲了一堆，你有没有学会？你还是不会，我们还是不会。我们要用去自我去体验才会。像我们的投资哲学也是要个人去体验才会。你要硬教很难，他如果没觉悟想学，那你硬塞给他是没有用。一样，我们还是把它拉回来，就是谈夫妻之间，因为夫妻之间现在问题还是大家比较需要重视的。那我们在家里面不是讲道理的，你要知道先生有先生自己的课题，他认为这样子你是教不来的。记得你不要想教配偶，
太太认为这样子，你也不要想要教她，你就只能讲对，是很棒，就这样就好了。对，是很棒，对，你讲的对，你讲的是，你很棒，就这样子。这是谈感情的地方，所以大家就放下身段，在家里对配偶。久了之后，配偶会感受到，之后他就会反馈给你。他知道，他只要几次经验，每次他讲什么你说对，后来他就发现，明明就不对，那你就笑笑，对，他也知道我太太是爱我的，所以他没有直接跟我教训或跟我辩驳，那他会更尊重你，因为你是有大智慧的。所以夫妻之间在家里面没办法讲道理的，小孩子也教不来的。小孩子除非你教他微积分，那你比较懂，你知道怎么教他会听得懂，那就可以教。可是小孩子要学什么，他想要去上哪个学校，他的专业要学什么，那他自己决定，不要干涉不要干涉小孩。你也不要说我小孩子要我要送他出国，不用，他自己想出国会来跟你说，那你不要主动说我要送小孩子出国，在家里嘴巴一直念，那小孩子认为就是要出国，他根本不是自己想，是因为家里那个氛围让他认为他想出国，所以放任小孩会比去期望小孩来得好，结果也会比较好。像我从小到大，我妈妈就是放牛吃草但是我们知道父母赚钱很辛苦，爸爸妈妈都让我们知道他赚钱很辛苦。我妈妈做衣服要做到半夜12点、凌晨1点。但是有时候我要去参加救国团活动，我就那300-400块，我就觉得花很多钱，可是我还是想去参加。我就等爸爸晚上下班，因为我爸爸在电信局嘛，所以他下班有时候要轮班，晚上9点，我就等他9点回来，经过我们书房门口，我就说爸爸，我要去参加救国团的，怎么？然后爸爸就马上好啊，那要多少钱？那你报名表领了吗？那就爸爸就会给我钱。所以我在小时候不是说父母亲很有钱，或者是父母亲会主动给你零用钱，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他还是会支持我们。那我们所以要让小孩子来要，不是主动给要让小孩子来要，知道说这是爸爸妈妈赚的钱，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钱。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小孩，到最后小孩子都非常叛逆，认为你的钱就是我的，甚至觉得我那个钱都是我的，你现在正在花我的钱这是很糟糕的那种认知了所以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没办法教，夫妻之间没办法教，人生哲学没办法教，甚至有时候对一些社会上的看法还有价值观的看法也没办法教，你要投资也没办法教。那很多人就觉得夫妻不投资，你配偶不投资，好像就浪费很多资金，或者是我们的财富就增加得很慢。不要这么想了就是其实我走到今天也不是一开始就用什么433或怎么没有，我们也一路走来坎坎坷坷不是很有效率，可是就算这样子也是可以很富有，所以前面都是一种学习。
那我那时候投资也一开始也是乱投啊，也买个股啊，也进出啊，也炒作啊，那个都没效率。那我也是这样走来的，所以你的配偶一开始投资没效率也很正常啦。那你投资好一点，那让他看到就好了，一定要让他自己学，而不是你要教。我今天这个重点就是人生没办法教啦，那你也不要想要教对方哦，这个是夫妻之间。那在家里就是能做的事就做哦。我昨天听到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之间对于事情的在对家庭贡献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先生啊，先生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冰箱没关好，那我们就给它关好哦，或者是这个抽屉没有放进去，然后我们就要放进去。可是，一般太太会这样子认为，这是谁做的？为什么冰箱没关好？过来关，或者是说啊，这个谁吃完饭怎么放在桌上没收？现在太太就认为这个家如果没有我的话，那怎么办？哦，所以他认为他在家里的贡献跟付出可能很多。那对先生来说，男生的个性就完了就没收。如果要么我就不管他，是当作没看到；要么就把它收走啊，不会说这是谁？哦，比较不会啦，比较不会。所以在家庭的角色不一样。那其实你在家里的话，除非那个人，比如说太太一直就你就会说他每次都不收好，那你就跟他收几次，那就跟他讲。过了一段时间，跟他讲，这次你自己收，我已经跟你收好多次了，那这次你自己收，你就好好讲，不要发脾气。你说我以前都是我帮你收的，那现在就换你了，那这样就好了。他先生不会生气，就以前都你帮我收的，我还以为他自动会跑去垃圾桶。比如这样子，那你就慢慢来，那只要都是很客客气气的那反正你帮你的先生做或帮你的太太做，也是不是帮别人嘛所以在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在家里是讲爱的地方。那当然到了公司上面就不一样了公司不是说讲爱的地方了公司是一个无机体，公司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公司是一个残忍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道德的残忍的地方。所以你在公司对老板的时候，就不是低声下气了，你要很有自信。你所考量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既然这个公司付你钱，不是老板，不是你的什么经理付你钱，不是你的科长付你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付你钱，也就是股东付你钱，也就是我们投资者付给黄仁勋薪水的，我们股东付给苹果公司里面的工程师薪水的，是我们股东付的，不是苹果公司里面哪个经理付的。在台积电上班的，你的薪水不是你的经理付的，它是一个无机体的这个资本社会的一个公司付给你的。所以你面对你在公司做事的时候，唯一要效忠的是这个股东会，就是董事长、董事会，因为他们是股东，也就是我们希望整个公司日日夜夜所思考的都是董事会的利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那你做员工的话，你也是这种要用这种思考，我怎么做对公司最有利，而不是对我的老板最好，不是。所以当你的老板的策略不是对公司这么优的时候，你要站在公司的董事长的位置来看这件事情，
这样子公司会损失很多，或者是这样子做没效率。你要因为你的立场而面对你的主管讲出真话，让你的老板就会更尊重你，因为你不是私利，不是只为我们自己部门，你是为整个公司，最后你就会做到总经理。所以在公司里面，你不需要低声下气，你该讲就讲。那可是很多人是为了一口饭，其实是不用了。如果你的工作真的很困难，你就是这个真的是度日如年呐，那你应该要离职。所以我常常建议很多朋友，假设你每天早上起来都有那种不想去上班的那种感觉，那你要知道你可能需要换工作了哦。身体健康比金钱重要，记得身体健康比金钱重要。很多人因为上班压抑，我跟你讲，你压抑久了，你就会生病。你压抑久了，你的癌症可能会长出来。所以不要受市场、公司的霸凌、主管的霸凌，让你觉得度日如年。这种场所你要离开。我们资本家就是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我们在公司里面就是要快乐，做的事就是要快乐。那我们要快乐，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关系啦，都是关系，关系决定快不快乐。你可以认为那个老板是老板，老板他破口大骂、咆哮，那是他没格调，他没水准，那是他。你不要理会，不要把他的没水准、没格调摆到自己身上。他骂你，其实不是他在骂他自己，因为他没水准、没格调。你站着，表情严肃，内心轻松，你内心是在笑，你不够格，那就好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课题，他不懂，他没办法控制情绪，是他的课题，不是你。所以就好像先生你明明知道他不懂，或者你明明知道他错，那是他的课题，最后他要尝那个结果。如果他的认知是错的，最后他一定会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如果他那个认知错了，最后没得到什么坏的结果，那代表那种认知就不是重要的认知啊，对不对？如果他对于投资认知错误，而最后他亏损了，那这个认知最后他就学会了。假设这个认知跟他的这个也没造成他亏损，他永远也学不会这个认知是错的。所以你要快乐，最重要的就是要切割，要认知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先生的，这个课题是小孩的。小孩子不读书，最后他如果他认为他当初应该好好读书而没读书，那是他的课题。小孩子如果认为他喜欢一个工作而他没去做，而去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他不喜欢的，那最后他认为那就是他自己走错路，就是他的课题，而不是父母跟他讲。他到最后他喜欢做厨师，你叫他去当工程师，最后他去当工程师，最后他不喜欢，他会怪父母，你为什么一直要叫我去当工程师？这个就是他的课题，就让他这一生自己去负责就好了。所以这个今天讲的就是人生的课题跟夫妻之间的相处的关系了。我觉得关系还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那明天我们有机会，我如果想到什么事，那再跟大家聊好了。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好，谢谢。